欢迎来到零基础 Web Coding 的第一集祛魅篇。为什么说祛魅篇呢？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一样新的技能、新的事物，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其实是如何开始。因为我们从一个舒适圈跳出来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往往就第一关过不了。这个第一关是什么？就是开始去做。开始去做这件事本身是很难的。本期视频很简单，就是给编程祛魅。不要把编程想得太复杂，只要方法对，谁都可以学会的。我带大家先快速的走一遍。OK， 开始第一步，直接在谷歌搜索 AI Studio， 出来的第一个界面就是我们要使用的这个 Gemini 3 Pro， 使用它的这个 Build 功能。这个 Build 功能是非常强大。比如我就想建一个自己的个人博客，用来介绍自己，那就可以直接在聊天框打我需要建立一个我的个人博客网站，上面有对我的个人信息的一个展示。作为演示我们第一个编程项目的话，尽量简单一点。然后 Gemini 3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越后面的语句越重要，在最后给它强调了一下。用 PC 端应用最好能适配移动端。写好之后点击 Build， 然后等待就可以了。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点错误比如说这里有个提示，然后很不显眼的地方有个 retry 的那个字样，我们点击一下就可以了。这里就正常跑起来，一般会有一个秒数的展示，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网页的生成速度是非常快的，5分钟以内吧，一般来说，快的话可能90秒就生成完了。已经生成了一个个人博客站，很漂亮。然后到现在呢，整个项目就做完了，这就叫做祛魅完成，第一步就做到了。你看整个 AI 编程的过程是不是会说话就会写代码？这才应该不到5分钟吧，我们就写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个人的博客网站。实际的应用过程的话，如果真的是有项目，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会有更加详细的需求文档，然后也会有设计图，我们需要把页面做的跟设计图是一样。但是因为这是第一期嘛，就做一个简单的页面就可以了。也可以对这个页面进行一些我们个人审美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觉得这种风格不适合我，我比较喜欢新礼物的风格，这里就给它做一下。那说明这个博客网站主人身份是什么，对吧？我说我是一个 UI 和 UX 的设计师，然后设计风格偏什么类型，然后发现这个浏览作品这个按钮点不了，这里也给它说明一下。下一次再做出来的话，就可以点击那个浏览作品的按钮去看到我们博客里面展示的所有作品了。
风格已经换成新拟物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呀？然后应该点击作品集的话，有一个内页或者列表可以看，我们点击一下，效果相当不错。同样可以把整个代码荡下来，也可以部署到服务器上。这里把它部署到服务器吧。点击部署之后，选一个空间，等待一下，直接 deploy。部署完之后就会有一个链接可以分享出去，国内也可以看的，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博客的链接地址了。上面也可以做一些功能，比如说联系我们啊，或者接单啊、做外包啊都可以。只要在那个聊天框里面啊，继续描述我们的需求或者修改我们的需求就可以了。OK， 整个页面就可以展示出来了。当然，这么一个过程其实难不在于说用 Gemini 3跟谷歌的一个 AI 的交互，而在于注册谷歌账号这个流程。尤其国内，你可能需要一个梯子。注册流程呢，当然是先来到谷歌嘛，然后谷歌首页之后点击登录。登录之后没有账号的话，点创建账号，这里随便输一下基本信息，输入一下性别。OK， 创建您自己的 Gmail 邮箱，设置一下密码，确认一下，要用密码要一致啊。点击下一步，输入电话号码，是支持国内的，然后就能收到验证码了。验证码输入，点击下一步，辅助邮箱验证。关键是这一步啊，需要能够进行那个进一步的身份验证，需要同意一些隐私条款。同意完成之后，最后做完那个官方要求的视频验证或者是扫码验证就可以了。这中间有一个坑要注意一下，如果谷歌要求我们扫码的话，它会描述说用相册扫码，其实这是不对的。在国内的手机的话，一般是用浏览器来扫码。OK， 最后就是绑定支付方式，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没绑定这个支付方式的话，没办法部署到服务器上的。银行卡国内的话，必须支持 Mastercard 或者 Visa 或者 PayPal。OK， 输入银行卡信息，因为我这里绑定了就不再赘述了。大家自己去找一张信用卡支持 Mastercard 或者是 Visa、PayPal 的信用卡去绑定支付方式就可以了。卡不好搞的话，可以去申请一个学生认证。这个具体做法的话，可以闲鱼搜索谷歌账号学生认证。我是可乐，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加关注，谢谢大家，拜拜。